先生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要不要告诉他，他活不过今天？又一个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能走，这架飞机不能飞，今天会出事！神经病吧！大早上说什么晦气话？哥们儿，精神病院在那边。我叫江然，27岁。1个月前被裁员，女友也跟着别人跑了，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。直到我从前几天的一场高烧中醒来，走在街上偶尔能看见有人头顶飘着红色数字。起初我只当是高烧没退干净，压根没往心里去。直到今天来机场的路上，我才明白这代表什么。刚下车我就看见路口围了一圈人，仰着头喊。我顺着看过去，发现楼梯上站着个年轻人，貌似是想不开。我盯着他看了半天，他头顶却什么都没有，倒是人群里一个主管慢慢往这边挪的大爷，头顶飘着一个血红的0。我终于懂了，那个红色数字是死亡倒计时，数字世纪就剩几天，归零那天必死。所以现在飞机内满舱的0烧在我眼里，我比谁都清楚那是什么意思。今天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都会死。先生，请不要制造恐慌，飞机马上起飞，请您入座。我没制造恐慌，这趟飞机会出事，求你们别飞。先生，请您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，你们听我一句，下飞机换一班，最多误个事，真飞上去，命就这一条。哎，小子，耽误老子开会，你赔得起吗？安保呢？赶紧把这疯子弄下去！你开会的事儿，再大有命大吗？你他妈！先生，我们的飞机定期维护，绝对安全，请您立刻坐下。安全？一旦出事就是机毁人亡，你拿什么保证安全？有病吧！好端端的舟人坠机，赶紧把他弄走！哎，我说，你算命的，还是收了哪家竞争行业的钱来搅黄这趟航班？我要是收了钱，我躲在家里数钱不好吗？犯得着在这儿挨你们骂？那你倒是说呀，凭什么这飞机出事？旅客，你说飞机出事，证据呢？我能有什么证据？总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头上飘着0吧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我跟你保证，这趟飞机真的会出事。我宁可被你们当疯子，也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个去送死。没证据，那就请你配合。干下去！报警！报警！那位大姐，你孩子才这么小，求你们了，下来吧！快走吧，别在这耽误事儿了。等一下，我这趟飞机也不坐了，我要跟他一起下去。哟，真有信这疯子的，一堆神经病，真有傻子气。女士，想清楚，下了机这趟不退不改。我经历过一些讲道理讲不通，可他却偏偏发生过的事。他要是骗我，我不过误一趟航班；他要是说真的，我赔上的是一条命。这笔账，我选择误机。请乘务员关闭舱门。你的箱子。谢谢。他们不信我，一个都不信。请大家立刻回到座位，全程系紧安全带。怎么回事？京晨50许，一架由本市起飞的客机在攀升阶段失去联系，目前已确认坠毁。是他喊的那班，我刚才亲耳听见的。刚才被当成疯子驾下飞机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疯子，原来我不是疯子。你在飞机上
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我能看见快死的人头顶有红色数字，至今就剩几天。今天那架飞机上，每个人头顶都是0。我信你。为什么？你凭什么信我？因为我也碰到过讲不清的事。江然，是吧？我叫叶欣，找雨阁餐饮的老板。这事儿传出去，外人只会说你命大，是个吓破胆的幸存者，没人会信你真的能看见死亡倒计时。但我信，你这双眼睛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这种东西烂在你一个人手里太可惜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怕死，你跟着我混当我的私人保镖，我头顶哪天红了你告诉我。所以我们合作，我出钱，你出眼睛。我先没有名称受贿仇是非处理。喂，叶欣已改签，平安。妈的，白高兴一场！叶欣这都没死。空难那事儿过去半个月，我搬进了叶欣名下一套空着的公寓。你帮我看人，我管你吃住，这买卖我不亏。不是白住。新鲜美味，好吃不贵。吃，瘦得跟竹竿似的。这家烤串真灵，你小心点儿。认识？曾经差点结婚的人，分手的。订婚宴上，他当着100多个人的面把戒指摔我脸上，说我江然这种人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。那挺狠。他头上有。还剩1天。救不救你自己定，但你要是现在掉头走了，今晚回去你睡得着吗？江然，嘴皮子放软点儿，他现在不会信你的。老板，再来10串。这家鱿鱼绝了！韩雪，江然，你在这儿？我有件事必须跟你说，你明天哪儿也别去。什么？听我把话说完，你明天会有危险，很大的危险，求你在家待1天就行。江然，你跟踪我？我没。我就说怎么阴魂不散，分都分了3年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真的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你一个啥也不是的穷屌丝，配说为我好？晴晴，别理他，神经病。对，神经病！你再敢跟着我，我就报警。可我没还嘴，也没躲。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，我手都被震麻了。韩熙，你听好，下次再骚扰我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嘴角破了。他不信我。废话，谁会信？光靠嘴没用，我们得知道他明天到底要去哪儿，要出什么事。你还帮我？我帮的不是他，我帮的是你能不能睡得着觉。走吧，我有路子查他明天的行程。明天一早，你前任和那个闺蜜陪2个公子哥自驾去北边山里的网红民宿过周末。2个公子哥4个人1台车。自驾山路。你想到啥了？空难那次满舱归零，是飞机要出事，他头上的衣，如果是意外。自驾山路，当天归零，车祸。对。那好办，意外能躲，只要他不上那趟车，行程一改，命就改了。你怎么让他改？他现在恨不得弄死我。合作补偿，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谁说要你出面正面劝了？他不听你的，总有人让他听。谁？那个闺蜜，我托人查到了她家住址。走，今晚就去。
哟，哼，这不是夜市那神经病吗？还找到我家来了。韩雪说的没错，你就是甩不掉的牛皮糖。你听我说，韩雪明天那趟自驾真的会出事，求你劝劝她别去。出什么事儿？出车祸啊，还是天上掉飞机啊？我跟你讲，就你这种被甩了3年还死缠烂打的窝囊废，也就配在这儿编瞎话吓人。我没编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的，再不走喊保安了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也配管韩雪？够了，明天的自驾你别去，也把韩雪一起劝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可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，我哪能因为几个钱就……姐，你早说啊！不就一趟破自驾吗？我明天就跟晴晴说，我临时加班去不了，再吓唬她2句，山路危险，保准把她哈也劝在家里，包在我身上。要是办砸了，这4沓原样给我吐出来，妥妥的。姐您放心，就4沓钱，人心比这便宜多了。你前任要是连从小玩到大的闺蜜都信，那才叫见鬼。那2个公子哥呢？他们还是要去？那是他们的命，不是我们能管的。或许韩雪不去，他们也会没事。今日下午，东郊显崖公路因雨天路滑发生侧翻，车上男子轻微擦伤，已救治。是那趟自驾的车。那2个公子哥的车，闺蜜临时退了，还把韩雪也劝住了。俩男的不死心，自己开车上了山。那韩雪没去，被劝下来了，一直在家。真改了行程，命就躲过去了。规则验证成功，意外之死避开现场就能躲。恨了3年的人，我到底还是把他从鬼门关拽回来了。我们要不要去确认一眼？我想亲眼看见他头上那个移消了，才踏实。行，图个安心。明天去他公司楼下看一眼，远远的，不惊动他。第2天中午，我和叶欣开车到韩雪公司楼下。午休时间，写字楼里陆陆续续出来吃饭的人。叶欣，他头上是0。什么？他不是躲过车祸了吗？躲过了，可数字没消，反而归0了。不可能，意外躲了命就该改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他头上是0，我得再救他。你冲过去能干什么？他一看见你就报警，冷静。明天见。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他离开？他头上的可是0，代表他今天就会死啊！那能怎么办？他又不会信你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为什么我明明改了他行程，躲过了车祸，为什么还是0？那我就先回去喽，明天见。行，你路上注意安全，明天见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还好昨天没跟那俩货上山，那车直接侧翻进沟里了。真烦了！人没事吧？人没事儿，吓得不轻。你是没看见那俩二货那张脸白得跟纸似的。我的天，幸亏你没去。可不是吗？昨天我就说那山路邪门，让你别凑这热闹。可不是嘛，想起来都后怕，还是听你的对。行了行了，我去洗澡了，一身汗，明天再聊。去吧去吧，洗完早点睡。叶欣，韩雪今晚在自己家里遇害身亡。遇害？你是说不是意外，是有人？是有人杀了他。怎么会？
他躲过了车祸，为什么还是死了？我托人打听了，执法局那边真相已经基本清楚了。那场自驾意外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冲那2个公子哥去的。现场是按入室盗窃做的，卧室翻得乱糟糟，首饰金表全没了，门窗却没有撬动的痕迹。乍一看就是韩雪倒霉，回家撞上了行窃的盗贼，被灭了口。可那是一场戏，导演是他那位谈婚论嫁的未婚夫。韩雪的房子高额保险，受益人都是他。那场自驾意外是他的第一手，车上动了手脚，算准他会上山，他临时没去，躲过了。于是他换了法子，对外谎称出差，做足不在场证明，连夜折回来，开门进屋，布置成入室盗窃。等他回家下了死手，再连夜赶回去。天一亮，他还是那远在外地悲痛欲绝赶回来的未婚夫，全场最不可能动手的人。全场最不可能动手的人，所以我做的那些改行程、托人劝他下车，全都是白费的。不是白费，你帮他躲过了车祸，可他的死从一开始就不是意外。我们得记住，意外能躲，改个行程避开现场就行。可有人专程要你命的时候，躲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你得找出那个人，把他扳倒，那个红色的数字才会消失。原来这世上有一种死，不是天降横祸，是有人蹲在暗处，铁了心要你的命。你看得见倒计时，却不知道凶手是谁。你拼命改行程，他在另一条路上等着你。我恨过韩雪，可真当他的数字归零，看着他真的应验，我心里堵得喘不上气。恨是恨，可我到底没能把他从那个零里拉出来。别想了，这件事我们尽力了，是我们没摸透规则。懂了又怎么样？人已经没了。所以下一次，如果再碰上这种躲不掉的，我们不能再傻乎乎的改行程了，我们得主动找出那个人，把他拽出来。我以为这一晚已经够糟了。你头上有数字了。几？3，还剩3天。我以为他会慌，换谁都该慌。别慌，坐下。都这时候了，让我坐下。你头上是3啊，3天后你就……要不你这3天别出门了，就待在家，哪儿也别去。江然，韩雪是怎么死的？她躲过了车祸，待在家里，最后还是死在了家里。如果躲在家里有用，她就不会死。他说的对，我刚刚那句待在家里是被吓糊涂了的废话。坐下，我们用韩雪那晚总结出来的规律，把我这个3盘清楚。我3天后会死，死法无非2种。第一种，纯粹的意外或者突发的疾病，这种能躲，只要查清楚我3天会在哪儿，那个地方有什么风险，避开就行。第二种，有人要杀我，这种躲不掉。我要是傻乎乎的取消所有行程，缩在家里，就是第2个韩雪。凶手会换个时间，换个地方，一路追着我来。所以现在第一步不是躲，是先搞清楚我这个3到底是哪一种。我盯着他头顶那个安安静静燃烧的红3，忽然觉得后背发凉，不是因为那个数字，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头上顶着自己的死期，却能把它当成一道题，一条一条的拆给我听。查我这3天的行程，如果有哪个地方天生就容易出事，那大概率是意外，我们避开就行。悬崖栈道，叶心，悬崖边上的栈道，这也太容易出事了吧？高空悬崖人多，这要是失足，要是栏杆出问题，这是我这3天里唯一一个天生就危险的场景。那这就别去了，取消。你不去爬这个山，这个意外不就躲过去了？说不定数字当场就消了。江然，你说团建去哪儿不好？啊？我们集团30多家店，员工旅游高管团建每年那么多次，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定在悬崖栈道？我心里咯噔一下。这次团建的地点不是我定的，是郑涛定的。这个名字我听他提过一次，
空谈那天，他说他信我，是因为他也碰过讲不清的事。你的合伙人吗？联合创始真，当年和我一起打江山的人，现在说什么都是推测。江然再天衣无缝的推理也是推理，我不会拿命去赌一个猜测。那怎么办？查，明天跟我去趟公司。那一夜，叶欣几乎没睡。他坐在书房里，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。我在客厅的沙发上躺着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头顶上方的卧室门缝里透出灯光，偶尔传来他压低的谈判一样的声音。我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全是叶欣头顶上的那个红伞。我又想起韩雪，我以为我救了她，结果她还是死了。这一次，我绝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了。起来，你看这个，我的人昨晚连夜查到的。这是什么？郑涛几天前找了黑市上的人，伪造了份遗赠协议，连我的私章都重新刻了一枚。协议里写的什么？我自愿将名下全部股权和控制权，在我发生无可抗力的意外死亡时，无偿遗赠给郑涛。意外死亡？你懂了吗？这份协议要生效，只有一个前提，我必须意外死。他连我死后怎么吞掉公司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一场意外的发生，拿着这份协议，名正言顺地接管一切。可你死后，股份是遗产，不应该归你父母吗？他伪造这么一份，有什么用？用处大了。继承轮的是我爸妈，可遗赠不一样。一份有效的遗赠协议，能直接把股份从我父母手里劫走，直接落到他名下。既然有证据了，你报案啊！报案？凭这份没生效的伪造协议，执法队最多传唤他问话，伪造印章是罪，可还扳不倒他。他还没动手呢，问完话照样放出来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既然提前知道了他的目的，那我就偏要去爬这座山。将计就计。对，让他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，在现场人赃并获，把他彻底按死。走，今天陪我去趟公司演场戏。既然是合伙人，那他干嘛要害你？为钱。这2年公司账上一直出问题，供应链、加藏费、押金一笔笔无声无息的少。被偷了？被他挪了。我查了快1年才把线索拼齐，是他挪用公款填外面的窟窿。那报案啊！你以为我空贷那天去外地干嘛？不是出差，建一笔风投资，钱一到账，一来就公司现金流，二来下周股东大会我就能彻底翻盘，把他挪款的事儿摆到台面上，送他进去。所以那笔钱这2天就走完最后流程，股东大会只剩几天。他没时间了。对，他要赶在那之前让我出意外。进了公司少说话多看，待会儿他要是拿你打趣，别惊别恼，我自有分寸。打趣我什么？你猜呢？我第一次这么近看见郑涛，看着就是个体面可靠的中年企业家。叶总今天可是带了位新面孔，新来的助理手脚利落，我用着顺手。哦，助理，我怎么瞧着不太像？叶总这眼神，看寻常下属可没这么上心。郑总这是话里有话。哪儿敢，就是替老伙计高兴。叶总这2年泡在公司上，茶饭不思，人都清简了。如今身边总算有人疼了，是好事。就是这岁数差的有点多吧？小伙子看着比叶总小了得有10岁不止。叶总这是老牛吃嫩草。郑涛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年你追嫂子差了人家8岁，不也照样追到手了？怎么轮到我这儿就成新闻了？这倒是我酸了。酸什么？人活一辈子，不就图个眼前人？前阵子飞机那事儿，让我明白，往后得为自己活。叶总看开了，是好事，是该为自己活。后天团建，正好放松放松，都别想公事。该放松放松。他们2人相对而笑，温吞的像一对多年默契的老搭档。只有我知道，那几句家常底下藏着多少刀光。看清楚那个人了。他刚才那些话
是在试探我。试探你也试探我，想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会不会坏他事，也想知道我起没起疑心。那你刚才那番话，为他定心丸，让他觉得我心思全在你身上，对公司撒了手，对他更没防备。他越笃定我这周必死，越会照原样动手。我不明白，他跟你一起打的江山，至于吗？为了钱，命都要。江然，一个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。我和他是仅有的理创式股东，我手里的股份过半，绝对控股。章程里有一条，2个创始人一方身故，公司的经营大权由另一位接管。所以你一死，他名正言顺地坐上去。对，飞机上那一次，他以为我死了，乐开了花。可股份呢？股份是你的东西，人没了，不该归你家里人。问到点子上了，我没结婚没孩子，爸妈还在。按法律，我名下的股市遗产，第一个排着继承的就是我父母。他坐着位子，我爸妈攥着过半的股，你说能太平多久？这鬼天气简直是为一场失足坠崖的意外量身定做的。话很少的人，往往最靠得住。江然，你只管盯他的手，别管别的。录像的事交给他们。收到。从我和他单独留下那一刻起就开始录，他说的每句话，做的每个动作，一针都不能漏。这是把他送进去的命根子。人来了，他头顶的那个铃在雾里烧得刺眼。雾太大了，玻璃栈道太滑。大家先去入口休息区喝口热茶，等雾散散再走，安全第一。叶总你呢？我陪郑总在这再看看地形，你们先去。雾越来越浓，偌大的崖边最后只剩下2个影子，叶心和郑涛。我屏住呼吸，2个保镖一左一右，贴着地面纹丝不动。欣欣，崖边风大，别站这儿，当心着凉。郑总，你说人从这儿掉下去是个什么下场？欣欣，这好端端的你胡说什么？挪用公款的事我全清楚了，还有那份股权代持与意外遗赠协议，连我的私章你都重新刻了一枚。郑总，你刻好章备好协议，是不是就等着我哪天意外死了，好名正言顺的接管我的公司？叶欣，你既然都知道了，还敢一个人跟我站在这崖边上？我为什么不敢？这家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你想用一场意外就抢走，做梦。是吗？那场空难本来该带走你的，可惜你命大，这么大的雾，这么滑的台阶，一个女老板团建时不小心失足坠崖，多正常的一件事啊，叶总。你走了以后，公司我替你好好经营。郑宝，你冷静点。终于等到郑宝动手了，兄弟们快上！叶心趴下！抓人！你们是谁？放开我！叶心，你早就知道，你设计我！郑总，从你一靠近我开始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动的每一根指都录下来了。欢迎你亲手把自己送进去。是叶心掐着点报的劲。消了。叶心，你头上的铃消了。成了。不一样了，韩雪那次，我眼睁睁看着一变成零，看着他应验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这次，我把一个头顶零的人，硬是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意外弄懂谋杀，谋杀那个要你命的人倒了，数字就会消。对，这一次我们真正摸透了规则。这2天我俩朝夕相处，命都搭在一块儿了。我开他的车，他也不说什么。劫后余生的踏实慢慢从心里涌上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我脑子里毫无征兆的闪过半个月前的一个画面。那趟航班，唯独靠窗第19排，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，头顶上干干净净。他借口身体不适，按铃下了那趟注定要坠毁的飞机。江然怎么了？叶心，
我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那场空难，满仓的人头上都是铃，可有一个人是空的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。满仓皆灵，只有他全身而退。可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他头上没有数字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上那趟飞机。他在飞机起飞前，借口身体不适，按铃下了机。你是说，他早就知道那趟飞机会出事？他可能和我一样，也能看见倒计时。这世上能看见这个东西的，可能不止我一个。他看着满仓的人去送死，一个都没救。他甚至对着我笑了一下。叶心，你说，如果这世上真有第二个能看见的人，如果那个人他不仅能看见倒计时，甚至他还能制造倒计时呢？那段时间，我和叶心配合得越来越默契。走在街上，看见谁头顶冒出红光，我心里头一个念头不再是完了，而是我能救。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世上没有我躲不过去的死。然然，你都27了，妈不图别的，就盼着你早点带个对象回来，妈看一眼妈就踏实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妈，我挺好的，工作也稳定，你别操心。你呀，从小就报喜不报忧。3天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先挂了。至今在远方等死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第一次尝到这种恐慌。江然，怎么了？我妈头上有数字了。几？3，还剩3天。叶心，你老家在哪个镇？给我地址，我让司机准备车连夜走。发什么愣？你妈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走。那团红光，那个数字3。江然，这次我们不能再犯韩雪那次的错，所以这次我们能查的全都要查，每一个有可能的事情都不能漏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妈头上的数字无非2种可能：第一，意外或者疾病；第二，有人要害她。害她？先排意外，你妈平时在镇上有没有什么出行的安排？要出远门，要上山下河，家里的燃气、电线、热水器、楼梯有没有隐患？没有，我妈一个人守着老屋，深居简出，出行应该没有。那就到了挨个排查，再排谋杀。你妈有没有跟人结过冤？有没有钱债？名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能让人惦记？我妈一辈子在小镇上老实本分，我爸走得早，这些年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连句重话都不跟人说，债、财产，我家穷得叮当响。没有仇怨，没有财产，没有出行风险，那这个数字3就更让人看不懂了。没有仇怨，没有财产，没有风险，那这个3到底是怎么来的？那股寒意越来越重了。然然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妈好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妈，我想你了。你这孩子多大了还撒娇？哎，瘦了又瘦了。这是阿姨好。妈，这是叶心，我女朋友。一夜过去少了1天，我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，留给我的只剩2天。阿姨好。哎呦，好闺女长得真俊。然然这臭小子哪儿来的福气？快进屋，快进屋，外头凉。妈，您坐，今天我们来招呼。燃气灶没问题，电线顺着墙根摸了一遍，该换的换。热水器拆开看了内南，楼梯的每节确认没有松动。叶心没闲着，借口出去转转。实际上动用情报网，把我妈近半个月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摸了一遍。邻居、菜场摊主、村医、远房的2个亲属，全是几十年老相识，没有一个问题。你妈这半个月连镇子都没出。我这边也排干净了，家里没有任何隐患。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哎，欣欣也吃，别客气，就当自己家。阿姨，您这手艺我可不跟您客气了。爱吃多吃，这还有，锅里够。妈，您怎么不吃？妈幼口小，上了年纪了，吃不下多少。你们吃，看你们吃，妈就饱了。欣欣啊，你是不知道，然然小时候多皮，他爸走得早，那年然然才8岁。我一个女人白天去厂里做工，晚上回来给人缝衣服，就这么把他拉扯大。妈，
这些年苦是苦了点儿，可只要看着然然一点点长大成人，妈就觉得值了。然然，妈别的不图，就盼着你这辈子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，妈这心啊就放下了。妈，明天我陪您去趟县医院吧，好久没给您做过体检了，查一查我也放心。查什么查？妈好得很，能吃能睡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你就当陪我。哎呀，真没事儿，瞎花那个钱干啥？这是阿姨结婚那年江然姥姥传给我的，现在阿姨传给你，快戴上。妈，欣欣，你怎么还没睡？阿姨，这些药啊，老毛病了，人上了年纪哪有不吃几片药的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欣欣，这事儿别跟然然说，他这孩子命苦，他爸走得早，他一个人在外头打拼多不容易，他操的心已经够多了，别让他再为我担心了啊！妈不想拖累他。这是做什么？没，就想给你鞠一躬。然然，在外头要是遇上啥难处，一定跟妈讲，啥都别自己一个人扛着，听见没有？妈就你一个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妈可咋活啊？妈，咱们进去听听医生怎么说。病人这个心脏的情况不是1天2天了，根据各项指标和病程判断，这个病至少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确诊过，可他一直在靠药硬顶着，该手术的窗口期早就拖过去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治还来得及吗？已经到中晚期了，这种病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这儿。平时你看他能下注，能说笑，能给你做一桌子菜，跟好人没两样。可一旦发作，是说停就停的事儿。就算人在医院里，监护仪就在旁边，抢救团队几10秒就到位，存活率也极低。医生，您说实话，还有没有别的治疗方案？我们都愿意尝试。我们能做什么？住院观察，对症维持，尽量让他舒服一点。江然，我那天晚上在厨房撞见阿姨吃药了，我也猜到了大概。我没告诉你，因为阿姨求我别说，她说不想让你担心。我知道，我那天也在，我都看见了。我们娘俩，一个瞒着穷，一个瞒着病。等你们办了喜事，妈就放心了。我陪在床边听着笑着，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。那团红色倒计时就在他头顶静静的归零了。按规则，今天就是大限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只能守着，像守着一场明知道结局却拦不住的退逃。妈！医生，快来人啊！出trận，准备出trận。肾上腺素，先生，请您在外面等候。那团红色倒计时就在他头顶静静的归零了。宣布临床死亡，时间凌晨3点27分。叶欣冲过来扶我，可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。就在最齐全的设备旁边，就在抢救团队几10秒到位的病房里，就在我离他最近的地方，可我妈还是走了。后事是叶欣一手操持的，我整个人是懵的，像被抽走了魂。他拉着我走流程，签字应付前来吊唁的亲戚。我点头，我摇头，我连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。我来吧，我自己来。日期是大半年前。怎么了？缴费单、药费收据，一张一张，从大半年前排到上个月，每一张都是我妈一个人默默付掉的。你一直没发现异常吗？她瞒了我大半年，她没敢声张，也没敢治。为什么？因为治要花大钱，因为治会拖累我，她就靠着这排药，一个人硬顶着，把这日子一天一天的熬。
我们回来那天，他还撑着一身的病，在我面前装得好端端的，好闺女，只为了不耽误我，只为了能多看我几眼。他瞒了我大半年。航班上我躲过去了，韩雪我至少查出了原因。郑涛，我们甚至主动赢了他一局，可这一次，意外牌了，凶手查了，人在眼皮底下，设备最齐全。我自以为全做对了，人还是走了。我想起我妈最后一句话：然然，啥都别自己扛。可他自己却扛了大半年，我连自己的亲妈都没能救回来。江然，这不怪你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阿姨，这是正常的生老病死，意外能躲，凶手能斗，可生老病死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后事办完那晚，我和叶欣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市里的公寓。进门谁都没开灯，我们俩谁都没说话。那种沉默不是尴尬，是一种共同被掏空之后的麻木的平行。我去洗把脸。叶欣，我头上有了12。你确定？还有你头上也是2。为什么我俩都出现了一样的倒计时？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除非我们俩会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时候。这2个烧着的红儿，我闭上眼也甩不掉。他们就贴在我和叶欣的头顶，安安静静。从后半夜一直在闹到天蒙亮。几个叶欣坐在我对面，里面趴了一张阿丽毯，眼睛睁着，望着窗外那一点点泛白的天。明天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除夕夜挺好，全城的人都在等着辞旧迎新，我们俩在等着归零。叶欣，别说这种话。那说什么？江然，我们已经哭过一场了。阿姨走的时候，我们把能哭的都哭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再哭也没用。韩雪、郑涛阿姨，这套规则我们俩比谁都熟。现在我们自己头上戴了一个，该查的还是得查，一样都不能少。阿姨走的时候，我们把能哭的都哭完了，现在轮到我们自己再哭也没用。韩雪、郑涛阿姨，这套规则我们俩比谁都熟，该在我们自己头上戴了一样都不能少。好，查意外、谋杀，还有先排最坏的一种病，所以必须第一个排掉。排掉了，我们才有往下查的意义。排不掉，怎么排？我认识一家全市设备最好的私立医院院长，我让他连夜开通道，给我们俩做个加急的全身筛查。现在做。命就剩1天了，还分什么白天黑夜？李院长，麻烦你了，加急，2个人，全套种植筛查，越快越好。对，前不小时后到。走。叶总，您这大半夜的赶过来是出了什么事？生死攸关的大事，麻烦你给我们安排一场最高规格的全身检查，钱不是问题。叶总，你这大半夜的到底是查出什么了？要不要紧？例行检查，麻烦你安排最快的。你说，要是查出来真有什么病，那就认。你怎么能这么平静？我只是不想把剩下这点时间浪费在发抖上。我想起龙门山林，还能笑着把同事一个个支开，自己走到悬崖边去引郑涛上钩。那会儿我以为他天生胆大，现在我才懂，他是不敢不怕。叶总，你们俩这身子骨好得很，各项指标全正常，心脏、血管、脑子挑不出一点毛病。你确定没有任何突发的可能？以这个筛查的精度，可以说你们俩近期因为身体本身出事的概率约等于0。排掉一个了，不是阿姨那种死。
那就剩2种：意外或者谋杀。上车说。第一种排了，不是病，那就排第2种，谋杀。江然，你想想，这世上有谁要我们俩的命？郑涛，龙门山人赃并获，故意伪造印章，几罪并划，他短期里绝对出不来，更别说在里头还能伸手安排杀我们。这条断了。那韩雪那案子？那案子从头到尾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只是旁观的，没人会为那个来报复我们。总有对手吧？商场的对手要的是市场，是份额，是把朝雨阁挤下去。他们恨我是恨我抢了生意，可没一个会以自己身家性命去赌，划不来。他凭什么连你命一块要？对，同一个亿，要谋杀，就得是有人专程要我们俩一块死。存在吗？我使劲想，我一个刚从泥里爬出来的韩雪那个废戳陈年旧账，连个像样的仇人都凑不齐。我也想不出来。昨晚我把所有关系网动了，连夜让人去摸，大概率不是病，也不是任何谋杀。郑涛那条线锁死，韩雪案子结了，那就只有最后一种。意外？对，天降横祸那种，航班、车祸那种。意外能躲啊，意外是最好办的，只要明天我俩不乱跑，不就破了？理论上是这样。明天我们俩有什么安排，会让我们一块卷进一场意外？集团那边跨年放假，我没有任何应酬，任何出行。我更没有，我哪有什么安排？那就更简单了，既然查不出明天会在哪儿出意外，那就用最稳的办法，锁在家里。对，我那平层安保是全市最高级别的，意外这个东西，只要不落在人头上，锁在家里，熬过明天，那个铃说不定就消了。明天上门的服务全停了，不收快递，不开门，连保洁都推了。明天一整天，这屋里将只有我们俩，与世隔绝。我们连吃的都囤足了，他让人提前送来，码在厨房里。像不像末日来临前囤货的2个人？还真是，就差挖个地窖了。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，这套锁在家里办法，藏着一个谁都不敢说破的秘密。江然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也把他送了最好的医院，可没用，他还是在那个最安全的地方走了。那不一样，我妈那是病，我们今早刚查过，身体好得很。我知道，我没说我们是阿姨那种死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是某种我们还没摸透的东西。排意外没现场，排谋杀没凶手，排病那把自己锁在家里会不会没用？难道我俩这个一真是那种谁也查不出谁也救不了的死局？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方向。叶欣是什么人？每一回都是他带着我把这能力一条一条捋清楚，还能把自己的死当成一道题，冷静地拆给我看。可现在连他都说没有方向，也查不出什么了。整座城市都在为新的一年忙活，而我们俩可能等不到那个新年了。给阿姨上炷香吧。妈，儿子可能要来陪你了。江然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跟他说说话。妈，您走的时候以为我有了对象，工作也稳定，过得挺好。您是笑着走的，我没让您操心。那只镯子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妈妈她是盼着你带着她和我好好过下去的，你跟我一块带上了一。哪怕只剩1天，我也陪着你走到最后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这屋里我们推掉了所有的事，断了所有的联系。这时候谁会来消息？怎么了？除夕夜星光汇商场，想知道你们头上的数字怎么消，就来找我。是他，那个鸭舌帽的男人。他怎么知道我俩头上有倒计时？我不知道，叶欣，我们查了一整天，什么都查不出来。他却说他有办法。江然，你得先想清楚一件事。什么？很可能是个圈套。那个男人在航班上看着满舱人去送死，他一个没救。这么个人突然给你发短信，你信吗？可眼下只能相信，这人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。那就去除夕夜星光会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？要去，我们一起去，不许你一个人逞英雄，自己去会太危险。好，我们好像有了一种默契，不去想明天后天，就好好的把今天过完。他头顶那个红衣在灶牌的灯光下烧，可那一刻我没去看那个数字，我只看他。叶欣，谢谢你那天在航班上跟我一块下了飞机，你那是这3个月第一个相信我的人。谢谢你陪我查韩雪，谢谢你顶着自己头上那个一还能那么冷静，谢谢你连夜陪我赶回老家，在我妈面前演我女朋友。江然，这一路不是我一个人在帮你，航班上是你救了我，郑涛那次
也是你，在最后一秒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的。江然，你这双眼睛救过我2次，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江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说如果明天真是我们最后一天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却没做的事？以前的我有一堆后悔的事，后悔没好好工作，后悔欠那么多网贷，后悔被甩了还死缠着前任。可现在我好像没什么后悔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3个月，我从谁都看不起的废物变成了一个能救人的人。这3个月比我过去27年都活得有意义，所以即使明天真是最后一天，我也不悔。我只是有点舍不得你。其实我也是。那天在航班上，我站起来跟你一起下飞机，我以为我只赌一个1/1000的可能，我没想到这一下飞子，这辈子就跟你绑在一块儿了。以前我一个人撑着那么大一个公司，身边完全信任的合伙人都在背后伪造协议，刻我的私章，我谁都不能信，活得像一根绷紧的弦。可你不一样，你这个人怂抠，可你骨子里是个好人。你会为了一舱素不相识的人豁出命去喊飞机出事，你会为了一个甩了你3年还当众扇你耳光的前任去拼命改他的命。你这种人不会算计我，所以跟你在一块儿我才觉得踏实。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，聊我小时候，聊他怎么从一家小面馆做到30多家店。不知聊到什么时候，叶欣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醒了。今天除夕夜了。全城最热闹的一天，走吧。妈，保佑我们。叶欣，其实能在最后陪你走这一程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车停进星光汇地下车库的时候，已经快11点了。除夕夜，整座商场灯火通明，连地下车库都塞得满满当当。除夕夜，整座商场灯火通明。到了。除夕夜，全城最大的商场，上万人涌进这座7层的巨哈，等着0点的倒数。热闹的像一锅烧开的水。7层中庭，短信约的地方。我的呼吸停了，这场景我见过。航班上满舱皆灵，可这一次比那时候恐怖了千百倍。江然，你怎么了？脸都白了。满楼都是0。你说什么？从1楼到顶楼，这座楼里上千个人，头顶全是0，跟航班那天一模一样。是那个鸭舌帽的男人，把我们俩约进了一座今晚注定要死人的楼。江然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妈走的时候，我什么都做了，意外凶手查了，人在最好的医院里，人还是没了。今晚这1000人，我们救得下吗？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了。江然，你听我说，你救不了你妈，是因为那种死没有变量，你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。可今晚这座楼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那个孩子，是能躲的，他们都还有活下去的可能。江然，如果今晚真是我们最后一晚，你想怎么走？这句话像一道光，轰的一下劈进我脑子里。冉冉，你是个好孩子。走，去运营处，趁还没出事，把人全弄出去。我死死盯着那一片红光，还没出事。快疏散！这座楼今晚要出事，把人全撤出去。你哪位？出什么事儿？我也说不清是什么事儿，火或者他或者彩还不知道，但今晚这座楼里一定会死人，求你们赶紧清场！清场？小伙子，我们商场1年里人最多的一晚，你就凭一句要出事，让我把上万人全赶出去？我没开玩笑。我看你是来博眼球的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请出去。
再闹就报警了。一路走来，所有的不被相信，所有的嘲笑、嫌恶、推搡，在这一刻全部汇成了眼前这一道怎么也撞不开的墙。可我又一次什么都拿不出来，我能说什么？说我看见你们头顶都有红色数字，都是0。我叫叶欣，朝雨阁餐饮集团董事长。你们商场负1层那家朝雨阁旗舰店是我的。叶总，就算是您，这清场的事儿也不是说清就能清的，没有任何凭据，我担不起这个。上万条人命的责任，还记得几个月前那趟坠毁的航班吗？全城都在报的那场空难，那架飞机起飞前有2个人被人当成疯子架下了飞机，所有人都骂他们神经病、晦气、博眼球。40分后，飞机坠了，机上没有1个人活下来，那个2个人就是我们。今晚你赌不赌？可这是上万人，万一是假的，明天我就得卷铺盖走人。那如果是真的呢？明天满城的新闻都是运营负责人接到预警，拒绝疏散。你卷铺盖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睡个安稳觉。对外就说线路排查，安全起见，出了事，我叶欣替你担了。可这电话必须你来打。这座楼里入住的几家大品牌刚刚都接到了我的电话，他们也要求立刻疏散。你选，现在是你一个人扛，还是大家一起扛？喂，是消防控制室吗？启动紧急疏散预案。对，留有全楼。各位顾客请注意，因线路排查需要，为保障您的安全，请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撤离商场。再退，那些灵在一个一个的灭，他们出了门就灭了。那就是说我们能躲得意外，人离开这座楼，命就改了。江然，那是什么？我的心咯噔一下提到嗓子眼儿。叶欣，是火，顶层着火了。我死死盯着那片重新黑下去的玻璃，半天没敢喘气。江然，那火灭了。灭了。里面情况怎么样？人都出来了吗？没事了，别慌。宜昌本该在除夕夜吞掉这顶层中庭，连带这座7层巨杀上千条人命的大火，被掐死在了最开始的那一点火星上。成了，叶欣，火没烧起来，人全救出来了。满楼人疏散了，火也灭了，可我们俩头上的灵纹丝不动。叶欣，你头上的灵还在。什么？人都出来了，火也压下去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换到我们的不孝！我在7楼等你。是他，那个鸭舌帽，是个圈套。江然，火刚灭，楼刚空，他偏偏这个时候叫你进那座空楼。我知道是圈套，我们头上的灵为什么不消？没时间了。可你查了2天，什么都查不出来，马上就要过12点了，咱们没时间了。即使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一闯。要进，我们一起进。楼里还有消防安保在排查，不是真的就咱俩。真要出事，喊一声，他们就上来了。一起。你救出去了上千个人，一个不少。是你把我们约到这儿，你早就知道今晚这座楼里要出事。和你一样，我看得见将死之人头顶的红色倒计时，数字是几，就剩几天，归零就是死期。虽然早有预感，可亲耳听他说出来，还是让我浑身发冷。我一直以为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。那这座楼，你怎么知道今晚会出事？几天前，我路过这家商场，我看见那些天天在这上班的人，店员、保安、保洁，那些固定守在这座楼里的人，他们头顶都挂着红色数字，全指向同一天归零。你也看得见。我不知道具体会出什么事，我也不需要知道。我只知道除夕夜这一天，谁待在这座楼里，谁就得死。这是一个现成的
谁也怪不到我头上的死亡现场。我终于听懂了，那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来？这世上竟然还有第二双眼睛，你知道吗，江然？这双眼睛是我活着的全部，我比所有人都多看见一样东西，我比所有人都高一等。我以为这世上独我一个，这是我赖以活着的唯一一根柱子。这趟飞机会出事！你那一嗓子把这根柱子当场就给我喊塌了。更让我受不了的是，同样一双眼睛，你拿去干什么了？你冲进死局，替一群跟你毫不相关的人挡灾，航班你救，今晚你又救，值得吗？你把命往里塌！他盯着我，眼里泛起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。这世上能看见倒计时的，只该有我一个，所以我得抹掉你。我的心狂跳起来，所以这座楼，这个夜晚，对。我把约定定在这座必死的楼，这个必死的夜，我让你们自己走进来，和满楼的人一起烧死，在一场谁也算不到我头上的意外里。火是天降的，命是天收的，我一尘不染。可是火已经被扑灭了，人也全都疏散出去了。哼，我没指望那把火烧得过他这双眼睛，我指望的是他的良心跑不过那把火。我算准了，他看见满楼的灵一定会留下来救人，没人会信他，就跟航班那次一样，然后拼了命去拦。他被人当成疯子赶出去，最后他眼睁睁看这座楼烧起来，自己也困在里头。可我没算到，你，好在现在还不晚，借天降的刀没成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楼里还有消防安保，你动我们一根手指，他们立刻就上来，你跑不了。跑？你以为我还想跑吗？世上独一份的天选之人，可你一个废物，一个被生活踩进泥里的废物！凭什么你拿这双眼睛去救人，去当英雄，竟然被逼到亲自动手的地步？这是羞辱，对我天大的羞辱！只能有一个，这世上能看见的，只能拥有一个。江然，江然，你的胳膊没事吧？住手！别动！按住他！只能有一个，只能有一个。为什么没醒？按住我没用，没用！只要我还没让你们彻底倒下，只要他还抱着这个念头，我们身上的危险就还没消失。消了，你头上的灵消了，消了。江然，他被铐走了，动不了手了，所以消了。他们头上一个数字都没有了，全城的人每一个头顶都干干净净，他们今晚都好好活着。鸭梨帽说的对，他没倒，这事儿就没完。说不定哪天，咱俩头上又会冒出新的数字。这一回，我们知道是谁了，也知道，只要我们俩还在一起，就没有躲不过去的事情。我知道，这片人海里，藏着至少一双和我一样，却走向相反路的眼睛。